28楼的天台上，我点燃一根烟，烟灰燃尽的时候，缓缓走来一个中年男人，手上拿着一个黄色公文袋，戴着墨镜的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不爽。你搞什么？上个月才办了保释，这个月你又打人，这已经是你第几次打人了？是不是在黑社会里待久了，分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睛一直盯着天台楼梯口。说好3个月，3个月之后又3个月，3个月之后又3个月，都快1年了，老大。我已经确定没人跟踪，分贝不自觉地加大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的档案只有我知道，哪一天我把档案消了，你就彻底成古惑仔，大家都不用烦了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难道要我见到人就冲人喊放下枪，我是警察，这样啊？我的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，我忍他已不是1天2天。你们都已经猜出我是一个卧底。在警校期间，我的各项成绩都是第一，按流程毕业后怎么也能去警队当个主干，却莫名其妙被警校开除。警校校长叶警官找到我说，现在摆在我面前就2个选择，要么去黑社会当卧底，要么就找别的工作，但是不管我做什么，他们都会死死盯着我。干，这算哪门子选择？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吗？随后我就以一个陌生的身份进入帮派，一次次街头斗殴，在帮派火拼中差点被子弹打中老二，还去过金三角接触大毒贩，差点爱上一个泰国人妖。要不是上个月帮派老大佛爷三温暖的时候被仇人暗杀，我冒死把他救了出来。这种暗无天日的小混混生活不知道要持续多久。你们老大什么时候交易？中年人问我。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充其量只算一个保镖，这种大生意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。我朝地上吐了一口痰，想想办法在他房间装个窃听器。我干，你这是想我死？佛爷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吧？他心里的诡计比一个警队的人加起来都多，让他发现了，我他妈连个全尸都捞不着。中年人沉思半晌，把手上的公文袋递给我，那就用这个吧。天台的风很大，吹得我睁不开眼。我打开公文袋，朝里看了一眼，里面只有一个瓶子，好像有几片药丸。不会吧？你们要我朝他饭菜里下毒？我把瓶子拿出来，对太阳照了照，对这些所谓的上司彻底无语。这是一种国外的新药，专门给警队人员服用的，它有一种神奇的功效，也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不到关键时刻不要用它。等佛爷下次再和毒贩谈生意时，你就吃1颗，把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记下来，我们守在地方抓人，到时候你回归警队做回好人，我也可以退休了。中年人拍拍我肩膀，这种话他都说过3000多次。你说的和仙丹似的。这个药到底有什么用？我把瓶子揣到夹克口袋。它能听到人的心声，可以这么说，在20分钟的药效期间，你就拥有了读心术。瓶子里只有3片药，稳妥起见，我决定找个地方试试这个药的效果。我来到佛爷手下的赌档，赌档的管事大头是我以前的兄弟，当年在桑拿房里，他叫了2个小姐，第一个进来，大头就被吓呆了，那样子和佛爷的狗一模一样，大头连忙要他滚。第2个进来后，大头彻底失控，那小姐居然长得和佛爷一模一样，大头抄起旁边的烟灰缸就打小姐，结果被桑拿房的保安围殴，我只得冲进人群把他救出来，途中眼睛还挨了一下，去医院缝了8针。大头看到我就迎上来，仁哥，怎么今天有兴趣过来这边玩玩？我说，佛爷去了洛杉矶，这几天我放假。大头把我往楼上引，楼下的都是一些小虾米，楼上才是大鱼抱身。今天来了个公子哥，出手很豪气，是一只菜鸡，输几百万了都。我有点犹豫，毕竟我身上只有几十万，其中大部分还是佛爷给我的医药费。我说，要不我还是在楼下玩吧，免得打扰你做生意。大头仗义地拍我肩膀，我出本钱，输了算我的，赢了咱俩1人1半，自家兄弟别客气。进门前，我偷偷把药吃了，吃下去不到1分钟，我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我的视力和听力变得异常好，连天花板上的文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发牌的荷官藏在头发里的耳机，里面人说的什么我也清晰听到。更怪异的是，站在我身边的大头并没有开口说话，但是我却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就像电影里的话外音那般。大头在说，今天把你说的倾家荡产，我看佛爷以后还怎么罩你。我的心一寒，这就是大头的心里话。原来他一直嫉妒我在帮派里的步步高升，想借今天这个机会阴我一把。所谓黑道无义气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多年的卧底经验让我有极佳的心理素质。我不动声色地坐下，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脸色苍白，斯斯文文。他问我玩什么，我点燃一根烟，把大头递过来的筹码都摆在面前，随便，你想玩什么我都陪你。那年轻人在心里骂我是个傻逼，但是脸上却很有修养，那就玩梭哈，简单方便。吃了这种药，玩牌就是一件枯燥无聊的游戏，对方看牌之后的心理活动都展现在我面前。他想偷鸡，我就拼命压住；他拿到大牌，我一轮就撤。5、6把下来，我赢了200多万。那年轻人额头涌出细汗，他盯着我说：“你好像能看穿我的牌。”我说：“也许只是我今天运气好。”又是一把，发牌后，年轻人没看底牌，直接下注30万。牌面上他是黑桃 A， 我是红心 A， 底牌我是红心 K， 没有任何不跟的理由，所以我把筹码甩在桌子上，我跟。第2轮牌发下来。他是黑桃 Q， 我是红心 Q， 又轮到他叫价，他加价50万，我心里一跳，你不用看看底牌吗？
那年轻人用手扶扶眼睛，不用，我和你赌运气。他嚣张的样子刺激到我，我把筹码加上去，我跟，接着发牌。第3轮还是冤家牌，他是黑桃坠，我是红心坠。那年轻人拿起那张坠笑着说，现在好像我的运气比你好一点点。我不相信他会一直忍住不看牌，我说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我出600万。我跟。第4轮发牌，我和他都没那么幸运，他进了一张梅花 Q， 我进了一张方片 Q， 我们都没了同花顺的希望，而且从牌面上来看我们一般大小，决定胜负的就是我们的底牌。好像我不得不看底牌了。年轻人微笑，慢慢拿起那张一直把压在下面的底牌。随着他手臂的抬高，我的心跳得飞快，我集中注意力想听清楚他看牌后的心理想法。就在他看牌的那一瞬间，我的耳朵嗡的一下，随即陷入漫长的幻音，就像无数架飞机在我头上盘旋。我痛苦地捂住耳朵，差点惨叫出来。20分钟的药效已经过了，这应该就是我的警队上司黄 Sir 所说的副作用。居然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那年轻人把底牌已经看完，他冷冷地看着我，你的运气好像到头了，这把我梭哈，桌子上一共还有1400万，你跟不跟？幻音慢慢消退，我的额头涌出冷汗。如果我现在弃牌，除去本钱还输300-400万，大头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，他不会放弃对我落井下石的机会。如果我选择跟牌，那么我还有赢的机会，2000多万，当一辈子古惑仔也挣不来。之前的5把牌局，那小子偷鸡了4把，可见他是一个擅长偷鸡的人。此刻他脸上的有恃无恐，会不会是一种伪装？大头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小声在我耳边说，仁哥，要不这把就别跟了，现在输的还不多。王八蛋，你是不是一直等着这一刻？我看了一眼表情诚恳的大头，在心里暗骂。年轻人说，想好没有？你到底跟不跟？我把底牌拍在桌子上，我跟，我不信你的底牌比我大，亮出来我看看。我重重地喘着气，死死盯着那个年轻人的手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把底牌翻过来，居然是一张方片 A，Two pairs 大。荷官宣布结果，把桌子上的筹码全部推到年轻人那边。他站起来似笑非笑看了我一眼，用毛巾擦了擦手，走出房间。我无力地靠在椅子上，站在我身边的大头脸色阴晴不定。我知道，我今天也许走不出这个门口了。大头闷着头抽了2根烟，深吸一口气，仁哥，你走吧。这小子又想玩什么花样？我问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2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没事，我1个月工资也有几十万，年底还有提成，我慢慢还。靠，要不是老子早就听到他的心里话，说不定真的会被他这副仗义的表象给感动了。但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脱身。我装出很耿直的样子，我不能走，这件事我自己扛。大头笑了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没事，佛爷还用得上我，不会拿我怎么样。就在这时，大头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几秒钟，眼睛有意无意地瞟我几眼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把手插在口袋握住枪。谁知他挂完电话说，刚刚那个公子哥想见你，就在楼上的客房里。富丽堂皇的房间里，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在沙发上抽雪茄，见到我后笑着说，坐。我保持警惕，坐在他的对面，问，什么事？我想和你谈个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刚刚你输了2000万，我已经帮你把账还了，你得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2000万。他的眼镜片反着寒光，一张脸看起来阴险毒辣。出手这么大方，那件事肯定不容易吧？我点燃一根烟，对别人来说不容易，对你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说说看。下个星期泰国那边会派人过来交易，有2吨的海洛因停靠在落日码头。你的老大佛爷那时和泰国毒贩在春和饭店吃饭，你们交完钱之后，码头上的人会收货。我的额头涌出冷汗，这笔交易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他是条子，还是想黑吃黑？我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，我需要做什么？交易完成后，佛爷会亲自去仓库点货，作为他的贴身小弟，你肯定也会跟着去，你只需要摸清楚仓库的地址，然后偷偷发短信告诉我就行了。我这样做了，你觉得佛爷会放过我吗？别担心，那时他已经没能力找你麻烦，你可以拿着钱远走高飞。2000万虽然不多，在很多地方也足够逍遥快活一辈子。他妈的，这个眼镜仔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真后悔进门前没有吃一颗药，不然我就能摸清他的计划了。如果我拒绝呢？我看着守在门口的4个男人，个个体型魁梧，肌肉虬结，应该都是练家子。年轻人笑了，你不会拒绝的，你是个聪明人。事情越来越麻烦，走出赌场的时候已是深夜，寒风拂动我的头发，我拿出手机，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那些上司。社会学家做过实验，人类其实是依赖环境的一种生物。给一个穷小子几百万，让他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，等钱花完了，再让他过之前的生活，他宁愿饿死也不想出去干苦力。把一个大老板流放到贫民窟，迫于生存压力，他会省吃俭用，身上的每一分钱都要用来吃饭。半年的体验期过后，他回到自己的公司，居然再也不敢大手大脚的花钱。社会学家称之为环境惯性，身为卧底，更是无时无刻在这种环境惯性中。为了掩饰身份，我昧着良心做过很多坏事，砍过二五仔的手，当他痛苦惨叫的时候，还要露出嘲笑，逼过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陪课。
当他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，还用微微颤抖的手扇他耳光，和帮派里的兄弟出去收保护费，把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大爷打进医院，只因为那个老人声扬要报警。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？我一次次在深夜质问自己。若正义是纯白，邪恶是墨黑，那我们这些当卧底的，应该就是一道复杂的灰色。我在黑白之间挣扎，找着自己都不明白的答案。我早已厌倦这样的生活，或许这是一个合适的契机，可以给所有的事情做个了断。2天后，佛爷从洛杉矶回来，看上去心情很糟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把一个小弟手指头给剁了，只因为那小弟拿错了酒，掉在地上的指头居然还在微微跳动，倒霉的小弟疼得昏厥过去。佛爷扭过头看着我，那目光就像一把锥子，我的后背涌出冷汗，脸上不露痕迹，低下头问：老大，怎么了？佛爷的声音沙哑刺耳，就像卡带了的磁带。我在警局的朋友告诉我，我手下有内鬼。我装出很愤怒的样子，查到是谁吗？佛爷说，想查总是有办法的，我已经找人抓了和内鬼接头的警察，就关在地下室里，我们现在过去看看。阴森的地下室里，黄警官已经被打得没有人形，手指头被砍断4根，肚子被划开一道大口子，隐隐能看到里面的内脏。黑道的手段不是常人所能想象，他们居然在黄警官的伤口上涂了蜜糖，蚂蚁和虫子正顺着伤口往里爬。我的大脑就像在被烙铁灼烫，几千次想拔枪射死地下室里的这群败类，但黄警官的眼神告诉我，唯有忍耐才能让他的牺牲有所价值。帮派里的大小头目都过来了，佛爷一一扫视他们的脸，大头站在我身旁，小声问我怎么回事。我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没有回答他。佛爷弯下身子拍拍黄警官的脸，阴森森地说：你是明白人，知道落到我手里是什么下场，但是死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死法。20年前我抓到一个条子，那条子是个硬骨头，我手下弄了他3天，硬是一言不发，后来还对我来。你知道他死之前说了什么吗？黄警官平静地看着佛爷，嘴里涌出大股鲜血，他居然在笑。佛爷说，那个条子像条死狗跪在地上，求我给他一刀。为了这个请求，他供出了所有的内鬼。黄警官剧烈咳嗽，几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：不用浪费力气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说完，他缓缓抬起手指，朝我指了过来。佛爷面无表情回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的杀机越来越盛。我如坠冰窟，浑身发寒，脑袋里飞速运转，口袋里的手枪只有6颗子弹，能逃出去的几率应该是0。黄警官的手指微微一晃，最后指在我身边大头的脸上。大头愣了愣，他的反应实在迟钝，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。他说：死条子，你指我干什么？佛爷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讶。大头跟了他10几年，算是帮里最忠心的手下。佛爷问：他是内鬼？黄警官说：何兆一，警队编号37216，何兆一正是大头的本名，加上所谓的警队编号。佛爷终究踏入黄警官的圈套，其他人一拥而上，把大头按在地上。大头拼命辩解，佛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递给我一把枪：阿仁，做事。我嚼着口香糖，把子弹上膛。大头对我说：阿仁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别人不相信我，你应该要信我呀，替我跟佛爷求。我对着他的胸口连开2枪，他不再说话，临死前还带着求恳的眼神。我又把枪口对准黄警官，他没有回避我的眼光，满是淤青的脸上有着我很熟悉的表情。我被警队开除，背着包走出学校时，他是这个表情。我做卧底中了枪，他背着我去找黑医生，那时也是这个表情。我的妈妈死在手术台上，作为他唯一的儿子，还要在外面砍人。当他找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，也是这个表情。萧索中带着一丝无奈，落寞中含着许多坚决。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我抑制住左手的颤抖。没有。他闭上了眼。他的血很烫，溅在我身上就像火雨。如我所料，清理了内鬼，佛爷就要开始那笔大交易。我吃了一颗读心丸，站在佛爷卧室的门口。佛爷正在和泰国毒贩打电话，和那个戴眼镜年轻人所说的一样，确实是采用钱货分离的交易方式。带着货的船停靠在落日码头，佛爷拿着钱等在春和饭店，确定货没有问题，佛爷就会付钱，时间就定在星期3的8点，也就是明天。挂断电话后，佛爷在心里盘算应该带多少人手，信得过办事又靠谱的小弟不多，佛爷最终决定带上我，虽然他还是没有太信任我。药效退去的时候，我听到满世界的轰鸣声，仿佛一切事物都在崩塌。佛爷穿着睡袍走出来，递给我几万块钱，回去放松一下，明天跟我一起去吃饭。我装傻充愣，要不要带人？佛爷哈哈大笑，傻小子，和朋友吃饭嘛，又不是帮派谈判，带什么人？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，眼睛一闭上就想起黄警官死前的表情。佛爷说警局里面有他的朋友，那表明警队里也有内鬼，我不敢把这些消息汇报上去，明天的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。晚上7点半，泰国佬带着人早早的过来，佛爷热情的用泰语和他们打招呼，叫了几个年轻小姐陪酒。泰国佬不停的打喷嚏，他抱怨香港真的太冷了，下次再交易去他们那边。8点钟，落日码头的兄弟打电话过来，说货都是2A 级，佛爷喜笑颜开，把3个装满美金的黑箱子递给泰国佬。9点1刻，
佛爷推脱有事起身告辞，叫上我还有3个手下去地下停车场。诡计多端的人都有一个弊病，就是除了自己谁都不信，所以他还是要去货仓亲自点货。我坐在副驾上，用手机给那个眼镜男发短信，说了路线和预计地点。货仓我从来没去过，在我的猜想里，应该是个很隐秘的地方。没想到佛爷这条老狐狸反其道而行之，把货仓居然放在闹市区的一间混沌铺里。那家店铺的生意还很好，谁能想到这家红红火火的混沌铺后面会是个毒品加工厂？我的手放在口袋，忙发最后一条短信，把手机关机。10点1时，正在佛爷清点货物的时候，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佛爷吓了一跳，示意我去看看。我刚靠近门口，门锁就被子弹打烂。我凭着身体的本能反应闪到墙边，又是一阵枪响，门被大力踹开。那伙人来势汹汹，手上居然有 AK-47。佛爷识相的举起手，笑着说：“都是出来混的，求财吗？这些货你们都拿走。”领头的男人我看着有点眼熟，回忆了几遍才想起是那个眼镜男的手下，当时在赌场的客房门口就有他。那男人也笑了：“我们不仅求财，还要命。”佛爷还想说什么，冲锋枪的子弹就把他身体打成筛子。干，果然是黑吃黑。佛爷的手下见状不妙，四下逃窜。那男人拿冲锋枪疯狂扫射，很快就一片狼藉，残垣断壁，玻璃飞溅。楼下的吃客发出高声浪的尖叫。那伙人正在把毒品往袋子里扔，我缩在墙后不敢露头。那男人却注意到我，又露出一个狞笑，拿着枪慢慢靠近。死亡的阴影正在一步步向我逼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楼下响起了警笛声，估计是事情闹得太大，周围的巡警都赶了过来。那伙人不再逗留，拿上东西从窗户跳了下去。确定他们都走光后，我扶着流血的手臂走出来。那伙人太凶了，简直是赶尽杀绝。柜子下有微弱的求救声，我把那个小弟拉出来。那是一个刚成年的男孩，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，他的肚子被打穿，血咕噜咕噜往外冒。他冲我说：“仁哥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”我说：“撑着点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我把他扶起来，慢慢走下楼。他的呼吸越来越轻，脸上白的就像一张纸。就在此时，我的双手被反扭，一把枪顶在我的后脑勺上，一个人冲我吼：“不要动，我是警察。”我的脸摩擦着水泥地，我大声喊：“他快不行了，快送他去医院！”那是一个老警察，他死死地按住我的头，少废话，跟我回警局录口供。那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人被抬上担架，我长吁一口气。警局的大门口贴着黄警官的黑白照片，估计他们已经得知他的死讯。我被推嚷着往前走，上楼梯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上次他是一个富家公子打扮，这次他却穿着高级督察的警服。他刚好也看到了我。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我想明白了整件事情。我警局的朋友告诉我，我手下有内鬼。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清楚地知道佛爷的整个计划？为什么黄警官会被佛爷抓到？为什么那伙悍匪抢完毒品可以全身而退？他的脸色无比阴鸷，冲我身后的老警察挥挥手，把他带到审讯室，我要亲自审他。很明显，他想杀人灭口。我的大脑轰轰作响，我抢过老警察的配枪，提手就射。他眉心中枪向后倒去，我放下枪，举起双手，刚想解释我的身份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我感觉自己的胳膊被拧断，剧烈的疼痛让我昏厥过去。尾声，审讯室里的男子胡子拉碴，穿着一身旧旧的皮夹克。20个小时前，他在警局枪杀了高级督察杨建荣。据资料显示，他是臭名昭著的社团17K 里得到重要成员。而在1天前，该社团的首领韩申，外号鬼杀佛，死于帮派火拼，火拼导致多家店铺受损，10余名行人受伤。涉嫌谋杀伤人、贩卖毒品多宗罪名的他，在审讯室里十分镇定，录口供时说出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故事：他是警队安插在黑社会里的卧底，而被他枪杀的杨警官竟然是警队里的叛徒。真相到底是怎样？所有人都不敢轻下结论。卧底档案只有黄警官知道，而黄警官已经殉职，档案没办法解密，所以办案警员请来了警校校长叶警官，他是唯一能够证明男子身份的人。叶警官已经年过60旬，苍白头发下是一道道久经沧桑的皱纹。叶警官走进审讯室，坐在男子的对面。那男子看到叶警官神情有点激动，叶警官点燃一根烟：“你很聪明。”男子说：“靠，都这时候就别摆架子了，快点帮我把档案解密。”叶警官说：“不用解密，我可以证明你是卧底。”男人脸上浮现一阵狂喜。审讯室里的警察听到这话也长吁一口气，准备打开那男人的手铐。叶警官却拦住他们。叶警官说：“你是警队派去黑帮的卧底，但是你刚刚说的全是谎话。”男人听到这句话，身体一僵，问我哪句话是谎话。叶警官叹了一口气，从第一句话开始，就是你编的谎言。你在警校成绩很差，自知无法升入警队，就自告奋勇去黑社会卧底。但是你没能想到，卧底是一件那么辛苦的事情，在一次次斗殴恐吓、担惊受怕中，你早就失去了警务人员该有的勇气和责任感。黄警官给了你很多次脱身的机会，你却执意继续卧底，不是因为你要当好人的信念，只是你早已经被染黑了。警队的杨警官才是我们派出去的核心卧底，他打入17K 的死对头东升帮内部，帮警队获取到很多毒品走私的线索。本来这一次鬼杀佛和泰国毒贩交易，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，
谁能想到，你从黄警官的口中得知警队会有所行动，竟然会向鬼杀佛告密，直接害死了黄警官。你不想当警察，也不想一辈子当古惑仔，于是联合东升帮的老大，计划来一场黑吃黑的好戏。干掉鬼杀佛之后，你就有了一个清白的身份，还有东升帮承诺给你的一大笔钱。但是你唯一没想到的是，东升帮的二当家居然是警队的高级督察，只要他开口，你所有的事情都会败露，所以你要抓准时机下，先手杀他。男人身体微微发抖，随即想到什么似的，他拼命晃动自己的身体。我裤子口袋里还有一片药，他能听到人的心里话，你可以吃了听听我。叶警官平静地打断他，黄警官确实给了你药，但那些是一些助眠的维他命。你所谓的读心丸只是毒品产生的幻觉，你在进入帮派1个月后就染上了毒瘾，所以你会经常失控去打人。你在心里幻想出一个勇敢的卧底形象，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。那男人情绪彻底失控，手腕摩擦手铐，勒出深深的血痕。他咆哮道：干！我为你们出生入死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我的身份？我不过想做个好人，我不过是想做个好人。叶警官看着面前癫狂的男人，眼睛里露出一丝伤感，示意警员拿男人口袋里的药丸去化验。他又拿出那个男人在警校的档案记录，各项成绩均是垫底，学校给的评语是性格懦弱，行为散漫，意志松懈，不适合进入警队。但是在1年前，他的老搭档黄警官还是答应让男人去当卧底，理由是想做好人的人都应该给予一个机会。这个错误决定害死了他和另外一名优秀的警察。叶警官走后，那个男人陷入漫长的沉默。后来在午夜，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窗外的风不停呼啸，在绝对的黑暗中，男人仿佛还沉浸于滑稽的独角戏中。